仅需一项改动，就能让寒冰连升11名，晋升 T1 级 AD， 并且成为 T1 中胜率最高的英雄。基础成长攻击力从 2.95 提升至 3.45。本期视频就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新版本寒冰的玩法思路。这局寒冰对线尼拉可以说是典型的双刃剑对决，一旦被尼拉贴脸，我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但若能保持好距离，不断拉扯，尼拉就会显得非常被动了。不过还要考虑辅助的因素，我家辅助是牛头，对面是蜘蛛，蜘蛛辅助本身就具备高爆发，对线期一旦失误，就很容易被持续的滚雪球。打尼拉特别需要注意第二波兵线，他只需要2个兵就能升到2级，若不及时后撤的话，很容易被他抢2打出线杀。寒冰2级学什么技能要看局势来的，如果下路可能爆发对拼，或者从地图观察到了对面打野的动向，就可以学 Q， 否则2级一定要学 E 的。E 技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神技，2分30秒可以直接往对方上半区释放，最好捕捉到正准备去中路gank的岩雀。假如在上半区照到了岩雀，那么上路在2分钟内都要格外谨慎了。反之，若上半区没有发现打野，那我们下路就要做好视野，严防被gank。时间来到4分钟，对面打野刷到下河蟹了，我家稻草人提前在草丛埋伏，我们第一时间赶去支援。由于缺乏留人的手段，岩雀很轻松的就撤退了。我们转火打下路的双人组，始终保持输出距离，不让尼拉轻易的近身。可惜加里奥支援的太快了，我们完全打不过，最终稻草人交代了。重新回到线上之后，视野中发现了岩雀绕过来，我原本以为他要反蛤蟆的，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能阻止一下，结果发现他只是进草回城了。于是我直接往他进上面野区的路径上丢E，成功的拿到了岩雀的信息。但遗憾的是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上单狗头就被抓了。7分钟，我们处理好兵线，协助打野控龙。此时我们只有兵线的优势，并没有人数和技能上的领先。一直发信号让杰斯靠过来，我有大招可以先手，配合末日和牛头的控制，很容易秒人。但杰斯一直贪线不来，导致再次形成3打4。岩雀先手封路，加里奥天降正义，再加上尼拉的大招，牛头和稻草人双双阵亡。这波打完，前期陷入小裂。9分钟，我们单人吃掉下路1层塔皮后，发现上半区即将爆发战斗。这波如果队友再打不过的话，游戏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。于是我宁可亏点兵线也要支援的。大招精准命中，正要回中的加里奥，牛头跟上控制，这波只要在中路打起来，就是波4打3，绝对的人数优势，怎么打怎么赢。眼看一个残血的小兵不要浪费了，我们优先输出脸上的蜘蛛，但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攻速鞋，伤害如同刮痧，只能围绕队友集火同一个目标，避免分散火力。牛头 Q 起斯巴达肯定是要挺回来的，好想知道现在的杰斯是什么心情。这波也是完成了个1换1，看到身后尼拉逼近，用 W 减速拉开，这个时间点我们跟尼拉的打输出能力真的是6-4开，我们4他们6，等他绕到了正面，我们再回头帮狗头输出。由于尼拉的 W 可以挡普攻，还能被队友格挡，本就有限的伤害变成完全无效了，只能向后拉扯等机会，再帮牛头补些伤害，利用闪现躲开节俭。牛头最后一发便宜带走蜘蛛。此时的尼拉已经4-0了，而我们只有3个助攻，本以为已经够劣势了，结果回到下路吃塔刀的时候，又被天上绕出来的岩雀直接抽掉。我预判他会预判我的回头，但他没有预判，所以我这波直接被他抬走。复活上线之后，面对2打3的局面，牛头有技能，我们有大招，就算被越塔，我感觉有机会换掉他们全部人的。但加里奥直接英雄登场，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，倒头就睡，最终打出1换2。可惜岩雀是被塔杀的，确实没有什么办法。打到这儿，你以为游戏结束了吗？不，翻盘才刚刚开始。13分钟，自家打野没有大的情况下，还要去争小龙，无疑是鸡蛋碰石头，只会加快游戏结束的速度。我们不断发信号劝阻，好在视野中看到斯巴达准备支援了，队友最终放弃了争夺小龙。既然对面4个人打小龙，我们就可以转头去上半区做点事情。牛头想要推中路，但我们坚持去上路挽回劣势。一箭命中正要想逃跑的潘森，配合杰斯轻松拿下300块，顺势还能推掉上路的一塔，追回了一些经济。回家补出海妖杀手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中路，发现落单的尼拉，身后有杰斯，我们并不慌。但尼拉以为我只有1个人的，直接一上来找机会，我们头也不回的赶紧撤。到了安全距离之后，再回头补一点输出，成功拿下330块，达到本局游戏的第1个人头。很多玩 AD 的玩家清完中路线之后，不知道去做什么，像这一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去上路支援队友。大招出手预判他后退的位置，很可惜被他给躲掉了，只能转头激活脸上的岩雀，注意走位躲岩雀的岩突，逼出他的闪现之后，他手上还有技能，我也不敢盲目的追击了。在这种焦灼的时候，对面下路双人组又及时赶到了，我们配合牛头先收掉残血的岩雀，再闪现拉开距离，尼拉跟闪将我给带走了。但没关系，大招 CD 转好之后，机会还能再找的。19分钟，加里奥放先锋推中路，我们魔法水晶剑先手，配合牛头打出控制。这种相对灵活性比较笨的英雄，一旦被我们寒冰减速到之后，他都很难逃跑的。W 减速接1技能探草，再次被我们 W 减速到之后，加里奥也是放弃挣扎，成功收下。同一时间，龙坑打的也比较火热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们几发便宜成功完成收割，最后配合末日击杀了蜘蛛，比分也进行了反超。此时的局面已不再劣势，我们的装备也完全领先。后续通过 W 减速接大招，逼出斯巴达的闪现。像这种时间点很简单，谁站在中路吃线，我就直接大谁。转头一看，狗头在龙坑被围殴，有3件套的我们团战随便输出。
再次团灭对手，拿下大龙。接下来的时间基本就是享受的阶段了，这个时期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寒冰拉扯的快乐。想要玩好寒冰，基本功一定要扎实的，走 A 不能差，性子他也不能急，因为寒冰输出比较线性，缺乏爆发，一旦着急很容易就会暴毙，将会毫无游戏体验。OK，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 AD 教学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鹰击长空作为英雄联盟唯一一个小技能就可以全图拿视野的技能，它设计的初衷就是用于情报支持，勘察敌方打野的动向，为团队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优势。本期视频就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鹰击长空的正确用法。这盘对线泽丽加女坦，两边辅助都是抓机会型的，比的就是哪边 AD 先被开。如果我们先手被女坦一倒的话，泽丽跟伤害我们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，所以这里我们只靠自己的话很难抢到2级。前期的对线画面比较平稳，我们也不太敢自己去压泽丽，因为只要一旦我和泽丽打起来，女坦先手反手都很厉害，而机器人只有先手才会更强，一旦被女坦一倒一次，基本上要掉半血以上，所以等辅助来找机会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像这盘的对线情况，我们可以2级直接学 E 技能，注意看时间，2分40秒左右往对方上岸区直接丢个鹰击长空，能够精准的拿到信息。如果对方上野区没有野怪了，大概率说明打野往下半区刷了，有极小的可能去抓中或者上路，再或者可能去反我家的上半野区，得看当时中上的对线情况来决定的。如果像这一盘我们照到了盲僧，那么鳄鱼在这2分钟时间里就会有警惕性。本来一直压着蓝魔打的鳄鱼也选择了放线去做视野，避免被抓。这里女坦升到了3级指了上来，我们 A 下39点血给他疯狂刮痧，而机器人这里也是没有选择直接走，选择回头反手勾泽丽，还没等到破败王到，辅助就先睡了。下路对线就是这样的，比较看辅助，即使我们 AD 为英雄优势，也不一定是随便干爆对面的。时间来到5分钟，观察小地图，自家第2组野怪要刷新了，这时候我们第2个 E 就可以往对面下半野区丢，再次抓到了原地回城的盲僧，这波他回城了，肯定是会去上半区的。等待1分钟后，观察一下地图，收集一下信息。由于鳄鱼在河道做了视野，下半区没有野怪和抓人的机会，盲僧大概率会从线上直接去抓鳄鱼，所以 E 技能直接往兰博的身后去丢，刚好逮住了想从线上去抓人的盲僧。这波鹰击长空只能让他武功玩反了。在短短的几分钟里，我们完美的利用 E 技能让对面盲僧一直在逛街，有效的帮助上单避免了被抓的风险。这是前期唯一一个能帮到上单的 ADC 了。看到了盲僧在上，自家打野也是稳稳的控下了小龙。回到正常对线，等级我们也是来到了6级，泽丽带的是进化，所以直接大招先手打他一波技能。这里兄弟们看他用了 E 还吃了大，是因为泽丽 E 技能不滑墙的话会比较短，只有 E 的角度调大一些，他才能躲掉寒冰的 R。狼狗在上路抓死了鳄鱼，我们兵线送进防御塔，没了双招的泽丽，队友也是顺势来下半区找回点经济。4个人越一个没技能的泽丽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机器人选择了一个最不稳妥的方式越塔，同时兰博也亮起了 TP， 这波还好妮蔻大到个满的，不然机器人这样先手的话特别容易失误的。重新上线后，两边辅助都去恶作了，我们1v1还是非常好打泽丽，出了攻速鞋，利用自己 W 的减速能做到随便风筝。时间来到11分钟，女坦直接 R 起手，估计是打野来了，所以我们别犹豫，直接进化解了往后拉。看到机器人被盲僧踹了，我们 W 减速一下，打到这里有点小失误，我没注意到佛爷哥靠过来了，所以说当时想的是把机器人卖了，先保个命。好在佛爷哥还是成功变成盲僧，完成了最后的收割。破败王这个英雄就是好，一把游戏可以玩好几个英雄。这波架打完也是顺势控下第2条小龙。接下来的这波兵线处理，兄弟们可以学习一下。我们把兵线送进对面防御塔之后，正常来说大家这会儿都会回城的，但是观察一下地图，看到对面的清线速度非常快，这时候你就不要回了，不然他们推下一波兵线也是光速的，这样我们回家会直接亏一波线。所以取消回城，躲在没有视野的地方，让对面误以为我们回城了。等他们把兵线快速的推进来之后，我们再出来美滋滋的吃刀。从小地图观察到队友都靠过来了，我们就从吃刀改为了留人。寒冰便宜自带减速的特性，还有行进速率加2级血，被我们便宜减速到之后，很难能逃出我们的攻击范围，保持好距离，持续的刮痧。像这种团战，我们功能的作用要大于输出的作用。妮蔻也是再次完美释放大招，我们开启 Q 技能，持续的输出脸上的狼狗，最后以妮蔻的一波3杀，轻松的赢下了团战。这波在队友没有阵亡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去推下路的一塔。兵线进塔后，兰博也是比较着急，想踢下来守塔，落地直接被我们大住，配合机器人给他控到死。推掉下路一塔后，我们整体的游戏节奏就彻底起飞了。这盘游戏我们就是完美的利用了鹰击长空，让对面打野持续在前期逛街，给自家单人线提供了有效的帮助。利用自己的大招以及便宜减速的特性，也是完美的配合队友，抓死了在后期能打出爆炸输出的泽丽，早早的赢下了游戏。当然，想像这盘寒冰一样发挥它的特点，如果队友也早早的炸线了，那么寒冰相比于别的 AD 确实比较缺乏后期 carry 游戏的能力。好了，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